尸痕。宋娘子出嫁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啊，许哥，还什么？出去！私情？你可确定？舅娘子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。二位请看，这是陈旧疤痕，从未腐烂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上下黑点呈半月形对称分布，上方的黑点较下方大而长，是因为人的上牙较下牙大且排列松散，损伤更重。这是咬痕，乃人齿所致的挫裂伤。就算是人咬的，也可能是女子之间打闹留下的。男子与女子下颌宽度不同，若是打斗所致，死者必定会反抗躲避，伤势和位置都会不同。是啊，再说宋柔是宋国公的掌上明珠，府上无人敢惹，更遑论咬伤至此。就凭一个咬痕就断定宋柔与有私情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还有白痴蚁，白痴蚁靠腐木为生，鲜少攻击活物，只有死者曾裸身躺在蚁窝附近，才有可能在其私处发现白痴蚁。你说他会不会是被胁迫的呢？被胁迫为何不示警？真当宋家侍卫是死的吗？成亲当日，死者坐在喜轿中，被抬入荆州城，只有趁前夜休憩时方可行事。若非亲近之人，他为何要在夜间独自前往榕树林？宋娘子如此惨死，庞大的宋家队伍为何无一人察觉？甚至还有人在侯府企图装神弄鬼，扰乱我心智，应该都是宋家人所为。你说会不会是下面的人为逃避护送不利之罪，多方遮掩，也是难免的呀？大人所虑也不无道理。民女恳请霍大人准许剖尸检验，以找到确凿证据。什么？剖尸检验？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那宋国公他绝不会同意的。霍知府，宋柔在几个月前就该进居备嫁了吧？若是宋柔婚前失贞，却还要嫁于安阳侯府，宋国公这是将安阳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，将圣意置于何地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霍知府为官多年，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？我现在就重新排查宋家诸人，劝魏延之首肯剖尸检验，下官告退。此番宋国公与安阳侯府恐难善了，在未剖验之前，还请亲舅娘子切勿将宋柔可能失贞之事外传。漏露所谓示状者，杖100。民女虽非官役，但也知检验条例，殿下多虑了。徐武座，将尸身连同长案一同放入空棺内，在尸身四周放满花椒和木炭后封棺，在棺椁周围多加冰藤，延缓尸身腐烂，以备3检查验。是。还有，让京城的人着重查访宋府后宅。后宅？莫非那宋柔不规劝？看来得把你送回新兵营重学规矩了。主子饶命，属下宁可跑荆州10圈，也舍不得离开主子啊！你说是不是？舅娘子慢走啊！白将军有要事回避，别打扰他。想不到除我之外，嘴甜手狠的白将军，竟另有忌惮之人。主子，你就别叫我将军了，你都叫的我腿软了。剖尸！霍大人，您知道我的难处，如此，实是无法跟国公爷交代。这此案不破，国公爷、侯爷，甚至你我，都无法向圣上交代。大人所言甚是，但是我找到案发现场了，在哪里？就在10里庙的驿站。正如卷娘子所说，驿站旁边的确有榕树林。我们在一处僻静的枯枝堆旁发现了血迹，可找到小柔的头颅？没有，我们找遍了整个山林，也没有发现。
会不会被野物叼走了？十里庙是离荆州最近的驿站，人员来往众多，除非难以捕食的寒冬腊月，野物不会出现在此。也有可能是被凶手带走了。但凶手要逃可有什么用啊？也许是为了掩盖证据。是在下失职。魏府尉，还请你尽快让宋国公与我手书一封。毕竟，不论同意剖尸与否，我可都是要向圣上和安阳侯府交代。在下告辞。殿下，你这一仗可真是太高了！有了宋国公的手谕，之前下官因验而不验之罪就全归宋国公了。徐宇宗师弟，因验而不验为违制之罪，是为了约束验官，敷衍塞责，嫌慢了事。大人岂能为有了托辞而如此欣喜？哎呀，形势所致，并非下官有心闭嘴。九娘子秉性公义，一时激愤之词，霍知府就莫往心里去。宋国公那边我已帮你解决，安阳侯还需你自行应对。毕竟，安阳侯府要的只是一个真相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审问宋家奴仆。告辞。慢走。儿啊，以后还是以课业为重。秦婉这个高枝儿太高了，咱攀不上啊。福陵，上车，回安阳侯府。惹九娘子生气了，看样子气不轻啊。你欠的绕荆州10圈，这就开始吧。不是，主子，那这恕属下亲写宣告，这小娘子生气了，得赶紧哄回来，隔了夜就哄不回来了。九娘子，九娘子，九娘子方才可是责怪我用宋国公的手书替霍怀信开脱？正是，霍大人虽为国公府事大，若有世子殿下施压，他未必不敢担当。你以为霍怀信怕的只是剖尸之责？他怕的是你真的找到了证据，让宋柔私通之事事发，宋国公会迁怒于他。那世子殿下为何还要纵容霍大人推脱其责？难道人命之重，竟比不上一顶官帽重要吗？因为你验出了齿痕，圣上已亲自过问此案。虽说齿痕并不能当作宋柔私通的确凿证据，可也足以令人生疑。我若是将复检验状与宋国公的手术一同呈上，圣上定会怀疑宋国公刻意阻挠检验。若圣上下旨严查，宋国公又能如何？民女方才错怪殿下了，自请处罚。不必，我只不过是顺势而为，算不得什么。不过，我倒是希望九娘子日后能够对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总是觉得魏延之有些嫌疑，他方才看似伤心欲绝，却连我的双眼都不敢直视。我会派人去盯着他，是否真的给宋国公送信。明日是15，就游园灯会，他尚不知我已验出宋娘子有私情一事，恳请殿下放出消息，就说几日之后我要3检，明日灯会我会引他出来，看他是否想借机除掉我。你何必以身涉险？找个安阳侯府的舞婢替你。魏延之若真是凶手，没有真儿，他怎会上当？殿下明日派人跟着我就好，告辞。公子，京城来信说，咱们出发的第2天，大公子和长随都不见了。为何不早来通报？护卫翻遍了京城，没找到大公子，国公爷这才给咱们传信。派人沿咱们来时的路查一查，大哥，只怕是追过来了。那
娘子会不会被大公子？闭嘴！还嫌国公府的麻烦不够大吗？可是我听世子手下说，尸身还要3000，那倘若真的检出，咱们怎么跟国公爷交代啊？勘验的人若是不在了，国公爷自可高枕无忧。大长公主的病情已经稳住，日后只需服药静养即可。我隔日会来复诊一次。这回啊，又多亏九娘子救回了我这条老命。哎呀，九娘子啊，你若是留下来陪宁儿该多好啊！是啊，小婉儿，你留下吧。多谢夫人美意，但秦府离这儿也不远，来回很是方便。你为何每日非回去不可？九娘子尚未出阁，夜半不归家，会引人非议。小七，你的面色难看呐，是不是因为案子办得不顺呢？没有。九娘子已查出是十里庙出的事，彼时宋家队伍还未进荆州城，任谁都牵扯不到安阳侯府的头上，所以家表兄已可以洗清嫌疑。谢天谢地，真的是谢天谢地。九丫头啊，你真的是我们侯府的小福星啊，不知道该如何来感谢你。自从来了荆州城，我还未出去玩过。今夜秋夕游园会，我很想去逛逛，可否请大长公主和我家祖母说个情？哎呦，那有什么难的？我立刻就派人告知你的祖母去。今晚你也别回秦府了，就让小七呢陪着你，还有宁儿一起去玩。遵命，我保证陪小婉儿玩的痛痛快快的。还有魏府哎，我看他整日闷闷不乐的，怕是还在忧心案情，难以解脱。可否让他一同前往？对哦，那个魏府的庶子无端摊上这一档子事儿，也挺倒霉的，也不知如何跟宋国公府去交代。看样子也怪可怜的。去吧去吧，一起去玩吧啊！一切听姑祖母的。我也去。去，通通都去玩。娘子，你看，送了一车的礼物。郡主，这也太多了。这都是母亲和祖母给准备的，你要是不要的话，找母亲说去。走，上车。多谢郡主。哎，这是何物啊？当下最时兴的画本，送九娘子，她一准喜欢。哎，你送画本给闺阁女子，你就不怕坏了她的名节？啊？写侠女除暴安良的也不行？你若送行医的书籍，她没准会更喜欢。快回去吧。那送给你吧。七哥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行侠仗义的画本。哦，对了，日后送九娘子的事就交由我亲自做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打不过我。我总有一天会打败你的。我等着。出发。小婉儿，这条街上全是玩的和吃的，你想从哪里开始玩起？啊，我哥和七哥呢？一下车就没看到他们。哎呀，不管他们了，咱们自己玩吧。
郡主，你快看那个灯，哇，真好看！那个小兔子好可爱啊！哎呀，娘子快看，还有皮影儿！走，我带你们去玩，快点！你也试试。不了。欧陆忘机。欧什么机？请取名欧陆忘机。这么吵闹的地方，魏父伟还能听音识曲，想必是从小就擅琴吧？哪里？欧陆忘机是家兄最爱的琴曲，在下听家兄弹多了，自然就记住了。那令兄可是从小便学琴？家兄是魏府的嫡长子，深得母亲和宋国公的看重，国公也为了他请了京城最好的琴师教他和小柔。这次若不是他临行前驯马摔断了腿，本该由他来送嫁的。左手中指第2节关节和大拇指关节处都有厚厚的茧。据宋国公府的下人说，宋娘子的确善琴。那魏父伟为何没有学琴？母亲在世时，不愿我多去叨扰宋国公。哎呀，既然出来玩，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嘛，不要说这些伤心的事。世子殿下找不到我们，肯定会着急。我和魏父去那边逛逛，你们去寻他们，来找我们会合。这怎么行？还是请九娘子和郡主在此稍等片刻，再下去寻世子。只是，我想先去寻那操琴之人，所以请九娘子和郡主要多等一会儿。去吧去吧，人别走丢了就行。若非知道他是庶子，只怕人人都要道一句“好个大家公子模样”。走吧。对，你去你郡主离开。不行，我要在这儿保护你。我和殿下约好了，他会暗中保护我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去吧。这个好看。郡主，你快看，那个上面的蝴蝶好好看呀！我们去2楼看吧。行，小婉儿，小婉儿呢？他去找世子殿下了，你放心吧。可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哥哥，这个我们好玩了，你上去试试。哥哥再见，再见。九娘子，好美啊！的确很美。朔西军驻守边关，白昼征伐，夜宿寒山，为的就是这万千灯火夜夜可见，百姓夜夜安宁祥和。我可没7个的胸襟，我只愿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夜夜平安。只有家国昌泰，人才能平安无忧，不是吗？
你找谁啊？抱歉，认错人了。他在找谁？魏延之，是你吗？娘子，买面具吗？我们家什么都有，随便看随便挑啊。我要这个。好嘞。来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！太牛逼了！全看看啊！全答对的话，有机会得到小谢特别准备的精美大奖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见魏延之下了登车，就跟了过来。被他发现，就去买了面具。但我发现，那人好像不是魏延之。那确实不是他，他还在那儿听琴呢。不过你倒是大胆，这么多人也敢冒险，亏得有人说见到一戴谢之面具的女子，我才能寻到你。你怎知戴谢之面具的人是我？谢之善变曲直，这世间除了你，还有哪位女子会戴如此凶恶的面具？你受伤了？无妨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走。怎会伤成这样？征战之人哪有不受伤的？这处刀伤，分明是近些时留下。从京城到荆州，何来的战场？果然都说太聪明的女人不好。我以为只有无能庸人才这么想，没想到，殿下也是个庸才。我是怕你知道的太多，反而对你不好啊。不过，你若是想听，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。我并不想探知军中机密。那若不是军中机密，而是涉及到京城冤案呢？那也不必说与我听。殿下的伤，若再生半寸，就成个废人了。这些时日，为何不说也不肯医治？伤口都已发溃了。我带有伤药，自己可以疗伤。用些吗啡散吧。不用，这些伤我受得住。你的伤横贯脊骨，要剔除腐肉才能缝合，稍有移动便会伤及经络，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10岁便入军中，这些伤我从来都是硬扛过来的，用这些东西，反而令人娇气。好，那你受不住，一定和我说。放心。
还请九娘子帮我配置一款金疮药，用于战场急救，只求见效快。见效快的都是虎狼之药，一般人怕是受不住。朔西军堪称虎狼之军，用虎狼之药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放好了。主子，属下有事回禀。进。主子，那登楼的底座确实被人刻意砍断了横梁，但引九娘子出去的人不是魏延志。事发时，他一直在天音楼听琴，琴师和掌柜皆可作证。宋府会武功的府兵有20人，目前都在府内，但是他们之前曾一起去过登试。小小的宋府府兵，竟是比军士还要纪律严明，连游玩都要同进同出，着实罕见。属下这就去收拾那帮家伙。站住！站住！不能师出无名，他们使出这些伎俩，无非就是想阻挠我剖尸。只有尽快剖检，才能让他们无计可施。白风，明日准你与宋府府兵打一场，只许小胜，不许速决，打到霍怀信出面即可。是。九娘子，那就劳烦你明日剖尸了。是。白将军，你说宋府侍卫诬陷殿下，方才动起手来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呀？他们说少帅武功高强，就与他们前后脚从京城过来，说是查案，实则许是对他们娘子逼奸未遂才下了杀手。胡说！殿下，下官敢以性命担保，宋府上下绝无一人敢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念头。霍知府，虽说谣言止于智者，可空穴来风必有因。若是这些话传出去，我燕池还有何脸面忝为朔西军少帅？下官这就严令封口。下官惭愧。既有小人背后作祟，那就休怪我燕池不留情面。宋娘子的尸身检验必须尽快完成，若是抓不到真凶，以正视听，你们二位就跟我去朔西转转吧。殿下息怒，下官立刻安排剖尸检验。娘子可是有心事，看你都发了半天呆了。有件事我想不明白，燕世子为何宁可自污也要助我剖尸检验？此事与安阳侯府无关，也非他职责所在。他与宋国公府更无私怨。娘子啊，你觉得世子殿下对你如何？很好。那娘子觉得世子殿下为何对娘子和旁人有所不同？他说过，我救过大长公主，就是他的恩人，且他想做的事只有我能帮他。或许他是看中我的勘验之能，想借我手行事。娘子，你就不曾想过，或许万一世子殿下他对你心生爱慕呢？我的身份是假，利用却是真。
我要借他之权柄，助我逃离秦家，时时刻刻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若不能带人一程，何以回报他的爱慕之情？这难道就不能是他单恋吗？他应该不至于吧。九娘子，昨夜义庄失火，东偏厅被连夜烧毁，那尸身怕是检验不得了。世子殿下可知晓此事？主子一收到消息，就连夜赶往义庄，命在下在此候着，免得九娘子白跑一趟。那侯府的马车为何还在此处啊？主子担心九娘子执意要去。上车，去义庄。九娘子，那尸身已经被烧焦的不成样了，还能验吗？能不能验，得我说了算。我是五座香了，这是五座香了，你没钱，别跑！你果然还是来了。义庄里的纸扎蜡烛确实易燃，但这摆放了许多的冰盆，冰遇火则化水，会减缓火势，没道理全烧毁的。尸身在何处？已移至中堂，你先过来看看这个。这什么味道？桐油。义庄里点的应该是酥油，果然是有人刻意纵火。霍华先已派人去查昨夜购买桐油之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宋府的人。大公子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可还能验？尸身体表已呈黑色交加，不见皮肤观感，但剖尸主要是剖验其内里，寻找五脏间的痕迹，所以能验，只是虚核未到，工具还在他那儿。白风，这是之前就做好的，想着宋女子多有不妥，所以就一直存放在义庄，以备你不时之需。抬进来。多谢世子殿下。你好好勘验就算是谢我，我来记录验状。记，因尸表烧伤严重，三检验尸，只为剖检。
死者亡故近9日，故胃中只有少量残留物。怎么了？忌，骨盆较大，且朝后陷倾，耻骨较一般女子宽，包公位置靠下。这是何意？死者生前似已有过身孕。不会是验错了？根据死者的骨盆宽度，还有向后倾陷的程度看，死者怀胎应于5至6个月，其子宫已恢复至正常大小，说明堕胎应在2个月之前。死者启程赴荆州之时，应刚养好身子。出了这种事儿，国公府的人怎还敢把她给嫁过来？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宋国公敢如此行事，定是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哎，殿下，这个是邮店掌柜所述昨天买油之人的画像。这不是国公府的护卫长魏成吗？一个小小的护卫长，怎敢擅自毁尸灭迹？只怕背后是魏延之教唆，他依附宋国公给予的恩荫，如何敢不尽心竭力？魏延之说，他嫡兄与死者是青梅竹马，若没有摔断腿，他就是宋家之人。他这个嫡兄会不会就是跟宋柔有私情的那个？此事涉及闺中隐秘，宋国公定会找一忠心老成之人指导宋柔行事，让他在大婚之日瞒混过关。那个掌管陪嫁的嬷嬷，说不定就是宋国公安排的人。对，我这就派人去审问。为什么日夜会轮转，却一样有照亮你的光，像火跳动在雪中央，那么亮，那么暖。若已尘埃跌入阴霾，风雪刺我一身洁白。若一生爱，刻入心怀，痛也会痛快。把心摊开，爱不怕伤害，请赐我勇敢，让命运澎湃。别害怕星光被夜空覆盖，群星会闪耀在天之外。渺渺如尘埃，却是心